欢迎来到16频道，今天来聊一下 Two Worlds 的原作小说内容。这是一部平行时空穿越的三角恋故事，原作剧情有点复杂，牵涉的人物也非常的多，所以16会尽量把它简化，让大家可以更好理解故事的整体脉络。但如果有机会的话，个人极度推荐要去看小说，故事非常的感人，越到后面就会哭得越惨。原作故事不只限于爱情，还有友情、亲情，出场人物性格都写得非常具体完整，是一部很值得大家花时间去细味的作品。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跨越时空的三角恋是如何发展的吧。注意后面会含有大量的剧透，所以不想被剧透的各位请斟酌使用哦。首先，因为这个故事的人物关系图比较复杂，所以会先花一点时间做介绍。那顾名思义叫 Two Worlds 就代表它有两个世界，分别叫它们为世界1跟世界2。这两个世界是平行时空的概念，所以角色背景设定是一样的，但因为每个角色所做的人生选择不一样，从而导致了两个世界的不同。三角恋主要的3位人物分别是 Tai、Crum 跟 Pupa。Tai 跟 Pupa 都是攻方，Tai是黑社会大佬的儿子，Pupa 是房地产老板的儿子，两个人算是一黑一白，都是在江湖上很有说话权的人。相比之下，周围熟的 Crum 就是一个小凡人，是一个住在森林里的野小孩。父亲是一位画家，所以他也继承了父亲的兴趣，希望长大后可以成为独当一面的画家。在两个世界里他们的人物背景设定是一样，但3人的关系却很不同。在世界1里Pupa 跟 Tai、Crum 这两人是毫无关系的，只是 Pupa 有稍微听说过 Tai 的名字这样。而 Tai、Crum 在世界1就是情侣的关系，Tai甚至在 Crum 还没满13岁的时候就跟他求婚，但是 Tai就是黑社会大佬的儿子嘛，自然他爸就不会允许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所以他就命人杀了 Crum。而 Crum 死的时候甚至还没满14岁，所以在世界1里Crum 是已经死亡。那来到世界2，Tai、Crum 不再是情侣的关系，Tai甚至是 Crum 家的债主，而且在一次讨债过程中，Tai意外的杀死了 Crum 的母亲，所以两人可以算是仇人的关系。而因为两人不是情侣，自然 Crum 就没有被杀害。之后 Crum 遇上了从城市来的 Pupa， 故事也是从这边正式开始。故事的开始发生在世界2，Pupa 家的房地产事业是家族生意，那有钱人的家按常理就是会有一些矛盾有一些黑历史。而 Pupa 的父亲察觉到了家里的暗涌，怕 Pupa 的生命会有危险，所以就把 Pupa 送到他老朋友家暂住。那个家就是 Crum 的家。作为城市人的 Pupa 莫名就被送到森林里面住，自然就是很不满，而且他也觉得 Crum 就是一个野小孩。而 Crum 一开始也是看 Pupa 很不爽，觉得他态度差没礼貌，但由于 Crum 的父亲叫 Crum 要好好照顾 Pupa，Crum 也只好乖乖照做。随着时间 Pupa 跟 Crum 开始互相了解，关系也开始变得暧昧。后来他们一起在森林散步的时候遇到了老虎，两人在逃走过程中遇险，还在森林里面迷路了。一起经历过死劫后，两人都很清楚自己爱上了对方。然而由于两人身份悬殊，加上 Crum 其实有未婚妻，两人最后都打算放弃这段关系。Pupa 选择离开森林回家。然而在 Crum 结婚仪式前Crum 未婚妻意识到 Crum 根本不想结婚，所以他就故意搞砸了他们的结婚仪式。最后两人没能结婚，但还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另一边上，回到家 Pupa 发现原来自己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而且自己的生父甚至被对方命人所杀。Pupa 觉得自己过去的人生这是谎言，觉得自己被背叛了，所以他决定断了父子关系，整个人生都要重新开始。在开始之前，他先去了森林一趟，想悄悄的看 Crum 一眼再离开，然而却被 Crum 发现了。Crum 告诉 Pupa 自己最后没有结婚，两个人也终于正式在一起。就这样子幸福的过了几年。但是好景不长，有天当 Crum 回家的时候，一打开门却看到被上吊的 Pupa，Crum 立马想救下 Pupa， 然而这时的 Pupa 早就已经死去了好几个小时。Pupa 的死状很明显是他杀，而且在那之后 Pupa 家族的人也接二连三的被杀害，但 Crum 也管不到那么多，他只知道自己的世界随着 Pupa 的离去崩塌了。Crum 像没了灵魂一样生活了一整个月。后来他自觉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就拿着 Pupa 送给他的定情信物去到了森林里面的池塘。Crum 打算把定情信物丢到池中，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但丢下去的下一秒他就后悔了，立马跳进池塘里想要拿回来。然而在跳进池塘后，里边却出现了一个蓝色的漩涡拉着他，Crum 就这样子溺水了，而同时也穿越了。故事来到世界1，刚穿越过来的 Crum 还不知道自己穿越了，因为他是在森林里面醒来的。醒来后的 Crum 觉得自己捡回一命，打算回家，
但是明明是同一座森林，他的家人却莫名的消失了。刚溺过水，又找不到自己的家，让人整个人非常的不知所措。他想起了有关在森林池塘可以见到已故之人的传说，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穿越了。就在这时候，他遇到了台，他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三五仇人，所以非常的防着台。而台呢，也是一眼就认出了应该早在10几年前就死去的 Cram， 所以不管怎样都不愿意放着虚弱的 Cram 不顾。最后 Cram 在台的照顾下，也慢慢了解到世界1跟世界2的分别。他明白到自己在世界1已经死亡，但他的母亲呢却还活着，而这边死去的人反而是他的父亲。不过让 Cram 最在意的就是在这个世界里的 Pupa 还活着，而且呢还有一位未婚妻。而 Cram 深知道不久的将来 Pupa 一定会有危险，所以这次他决定要救上 Pupa。在讲 Cram 如何救 Pupa 之前，先稍微看一下世界1的台的这边。由于台呢所拥有的人脉，他认识一位呢从世界2穿越到世界1的阿姨。从这位阿姨的口中，他了解到虽然呢是活在不同时空的人，但由于呢灵魂是相通的，所以即便没有穿越，有时候呢还是会梦到另一方的记忆。而穿越过后，那些梦境呢就不再仅仅是梦，还会成为本人的真实记忆。当穿越的时间久了，穿越者呢跟本来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人记忆呢会开始融合，到最后呢成为同一个人。了解到这件事后，台呢就开始等待穿越过来的 Cram 呢可以恢复另一个 Cram 的记忆。虽然他知道世界2的 Cram 呢眼中只有 Pupa， 但台呢还是选择守在 Cram 的身边，等待他，希望呢哪一天恢复记忆的 Cram 呢可以重新爱上他。之后 Cram 呢就开始着手想要保护 Pupa， 但一开始就进行得非常不顺利。本来 Cram 想要骗 Pupa 到森林的池塘里，之后呢带他一起穿越到世界2，除了是想要保护 Pupa 呢免除被杀，他也希望穿越后的 Pupa 可以拿到世界2 Pupa 临终前的记忆，那样他们就有机会知道到底是谁杀害了他。然而计划呢却失败了， Pupa 呢还因此觉得想要杀他的人就是 Cram。 然而即便被 Pupa 误会，被 Pupa 讨厌， Cram 呢还是一次又一次的保护 Pupa。 每当 Pupa 差点遇险身亡的时候， Cram 呢都会及时赶到，然而边上遇险的人就变成了 Cram， 而每次当 Cram 呢差点死亡的时候，救下他的人都是台。当事情一再的发生， Pupa 呢开始相信也许 Cram 呢是真的想要帮助自己，而且他也越来越常梦到世界2 Pupa 的记忆。他开始怀疑或许那些不只是单纯的梦境而已。 Pupa 呢也渐渐的对 Cram 呢有了心动的感觉，而台这边呢看着 Cram 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生命去保护 Pupa， 他很心痛到了想要杀了 Pupa， 但他也知道万一 Pupa 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Cram 呢一定会非常的伤心，那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他也只能一再的帮 Cram 保护 Pupa。 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当中，包括被神秘人追杀、被火海包围、被上吊等等的危机，穿越的 Cram 呢终于恢复了在世界1已经死去的 Cram 的记忆。 Cram 呢也开始对一直保护自己的台呢有了心动，但他仍然记得自己呢是世界2的 Cram，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仍然是 Pupa。 最后他们找到了想要杀 Pupa 的幕后黑手， Pupa 呢这次终于成功的活了下来。然而这时的 Cram 呢却发现自己染上了含有疾病，这个病呢会令病人常常流鼻血，之后呢越来越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到最后会开始出现幻觉跟昏迷。昏迷的时间会有早期的1天，到之后的1个礼拜，再到之后的1个月。得病的人呢最后会在昏迷的时间离开人世。然而因为这种病太过罕见，但没有治疗的方法， Cram 呢希望临终前可以再见父亲的一面，所以呢他打算穿越回到世界2。看着 Cram 的病情，台跟 Pupa 呢当然都不愿意让 Cram 就这样子回去，两个人都想尽办法把 Cram 留下来，但 Cram 呢还是决定要回去世界2。既然阻止不了，台跟 Pupa 呢就分别决定要跟着 Cram 穿越到世界2。然而知道这点的 Cram 呢就说服两人要留在世界1。 Cram 呢提醒 Pupa 呢是一个有未婚妻的人，而且未婚妻呢甚至已经怀孕了。 Cram 呢让 Pupa 要好好的在世界1生活。Pupa 意识到为了对得起 Cram 过去做的一切，完成 Cram 对他的祝福呢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最后他决定要好好的在世界1活下去。而对着台呢 Cram 呢也是叫台呢在世界1好好的活下去，不要变得像世界2的台那样子凶残无道、滥杀无辜。在离开前的一天，台呢跟 Cram 来了一场浪漫的约会，最后 Cram 呢穿越回到了世界2。回到世界2后的 Cram 呢病情时好时坏，而这时候呢他听说到世界2的台呢被传国通缉，脸呢已经被毁容，舌头没了，腿呢也应该已经废了。由于之前在世界1的相处， Cram 呢猜到台呢躲藏的位置应该就在森林里面。虽然世界2的台呢杀了他的母亲，但出于对台的想念， Cram 呢还是去了找台。
当被 Cram 找到的时候，泰呢其实已经快要不行了，但因为 Cram 的照顾，泰呢体力呢一点一点的恢复。泰呢看着照顾自己的 Cram 感到非常的不解，因为他清楚记得 Cram 的母亲呢就是被他失手杀死的，而那一次呢也是他第一次杀人，所以呢他记得特别清楚。但见到 Cram 呢什么都不提，甚至还每天用心的照顾他，泰呢冰冷多年的心仿佛得到了温暖，他也慢慢的对 Cram 放下了心防。然而有一天 Cram 的病情发作，突然就昏迷不醒了。泰呢意识到 Cram 呢患上了罕见疾病，只有昏迷呢是没什么，但问题是呢 Cram 呢必须要有营养补充，不然 Cram 呢最后只会在昏迷中饿死。虽然泰呢双脚没了，但他还是有手，所以他每天都会去摘果实，再把它们榨成果汁喂给 Cram。然而泰的体力呢早就大不如前，而且森林里危机处处，在一次找果实的过程中，泰呢出了意外，中了慢性毒，但他还是坚持每天的喂 Cram 的果汁。终于有一天 Cram 呢奇迹般的醒了过来。然而这次泰呢是真的快要不行了，但泰呢没有让 Cram 知道自己中毒的事情。在人生中的最后，他终于呢不用再活在黑社会阴影底下，第一次呢尝到了人间的温暖。最后泰在 Cram 帮他画肖像画的时候安详的离开了。再次失去挚爱的 Cram 呢伤心欲绝，就在他帮泰呢办道别仪式的时候，他再次呢见到了泰。一开始呢他以为那只是他病情而出现的幻觉，然而泰的拥抱呢却切切实实的告诉他，眼前的泰呢是真实存在的。原来这次轮到世界1的泰穿越来到了世界2。世界1的泰呢并没有被 Cram 说服留在世界1，毕竟他在世界1呢已经没有任何的亲人，对他来说失去 Cram 就像失去他人生唯一的一道光一样。所以处理完世界1的事情后，他抛开了所有的身份地位，穿越到世界2跟 Cram 重逢。之后泰呢因为在世界2呢是臭名远播的黑社会，虽然呢世界2的泰的死亡报道已经全国都知道，但为了以防万一，泰呢还是从此选择低调的生活，而 Cram 也终于可以用画画来养活自己。但 Cram 病情呢还是时好时坏，有一次他甚至昏迷了整整3个月，连医生呢都说了要放弃，但泰呢还是坚持每天照顾昏迷的 Cram， 直到 Cram 再次奇迹般的醒过来。故事到最后 Cram 呢还是先他一步离开了人世，但并不是因为病情的关系，而是单纯作为人自然老去的结果。而没过多久，泰呢也跟着 Cram 离去了。在去世之前，泰呢联络了 Cram 的前未婚妻，把 Cram 的骨灰呢交托了给他。之所以会这样子做，是因为 Cram 呢所属的一族呢有一个传统，当两人要结婚的时候，会互相交换自己已经离世的家人的骨头，代表两个家庭的结合，被称为换骨仪式。但由于呢穿越过来的泰呢没有任何的亲属，所以他跟 Cram 一直没有进行结婚仪式，因此泰呢把 Cram 的骨灰交给了 Cram 的前未婚妻，请他在泰死去后为两人的骨灰进行换骨仪式。最后泰跟 Cram 的婚礼终于在两人离世后完成，两人正式成为夫妇，完美撒花。以上就是 Two Worlds 原作的大概故事。爱情的部分呢好像不多，那是因为16把傻童的部分都抽掉了。其实不管是泰 Cram 还是 Pupa Cram， 两对的故事呢都有很甜的部分，但因为原作的剧情呢实在是太多，16只好忍痛把爱情的部分轻轻的带过。这让我们一起好好期待剧会如何拍出来吧。而16抽到的部分呢其实不只有爱情的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像是他们预想的部分。小说里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角色在屠王中死去，而当中也有一些人此时是叛徒。故事呢有非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反转再反转。作者呢把画面都写得非常详细具象，所以每一章都看得让人又紧张又害怕。现在剧的预测会有10集，但根据小说的丰富程度来看呢，个人是觉得就算有12集呢也会演不完。加上官方在 X 上面发布的定妆照，看得出来剧组应该删减了不少的内容，所以个人真的很推荐要去找小说来看。翻译版的话，官方在 Readwrite 上面呢有出英文版，但暂时呢只有翻译到第13章，连一半呢都还没有到。泰文原版的话，16是在 Map 上面看的，虽然呢有一些情节的复杂程度呢会让人要重复看个2-3遍，但最后的感动程度呢也是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去细品。而且个人越看了就越觉得泰 Cram 的角色真的非常适合由 Mesnet 来演。是说在世界1的泰 Cram 呢，两人之所以会成为情侣，也是因为一只老虎的原因。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又出现可怕的CG画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不过如果是不能接受鬼魂或是血腥画面的人，可能会对这一部比较吃不消，要做好心理准备。最后再私信推一下 Mesnet 这一对养成系 CP， 他们的互动真的很可爱，很值得入坑。必须说 DMD 是真的很会组 CP， 很会营业，想吃糖的人绝对不可以错过。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对 Two Worlds 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分享，一起讨论。
还有就是因为这次的故事呢稍微复杂了一点，而16又是已经知道剧情发展的人，所以解说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盲区。如果有看不懂或听不懂的地方，也欢迎留言请16做补充说明。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助大家初步了解剧情。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